大家都知道天妇罗在日本有很多专门店，其实我一直都知道天妇罗很贵，但17000一位还是把我吓到了。不过京都进来了也不好退出去，只是感觉这种藏得很深的店一般都不便宜。店长说他这家店已经开了15年了，这些比较年轻的也都是他的门徒。餐台的旁边还放了天妇罗认证书，店员正在准备我们的食材，在精心的摆盘之后也会留时间给我们拍照，之后就是给各种食材上粉上香了。在等待的时候给我们上了一碗松茸蒸蛋，不过这个松茸加上鸡蛋还真的挺好吃。第二个端上来的是4道小前菜，就是鲑鱼子和特色鱼冻那些东西，但这个鱼冻是真的做的很精致。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一道主菜，河豚。在吃这道菜的时候，店长很耐心的教了我，说是在挤柠檬汁的时候，柠檬汁一定要碰到柠檬皮才行，所以要这个样子挤，然后用河豚肉卷着胡萝卜丝儿、葱还有河豚皮，再蘸一丁点酱油，然后就会发现其实并没有什么味道。不过河豚肉是完全没有腥味的，并且还有一种淡淡的草香，可能这就是高级料理吧。接下来就是各种螺和鲍鱼，这儿开始才是真正的天妇罗。店员这里也会给你介绍每一种食材，在这一盘里面选择你自己想要吃的顺序就行了。先来一个甜虾，天妇罗里面的荤菜一般蘸一点玫瑰盐就可以了，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又酥又嫩。接下来就是蒸鲷，吃完再来一块松茸，天妇罗松茸是真的好吃，没想到生蚝都可以天妇罗，我就很好奇，真的有食材不可以天妇罗吗？哦对了，店长还告诉了我们一件事儿，好的天妇罗只会在食材上面挂上一层薄薄的面粉，以保留住食材最本身的味道。最后的主食再来一碗天妇罗茶泡饭和一盘美美的甜品。总之就是今天虽然长胖了，但是我的钱包瘦了呀，那不就底平了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基。前两天我不是在吉祥寺逛街吗？然后在一个小巷子里发现了这么一家餐厅，看上去好像还不错。先来一杯丝袜奶茶，然后点了一个港式蛋挞，下面是像曲奇那样的感觉，吃起来特别的软。然后它中间那个蛋真的超多，再加了一份炒饭，看这个色泽感觉还可以啊。冬天吃热腾腾的炒饭真的很爽，光吃炒饭那肯定不行，再加一份肠粉，切开之后里面有个完整的虾仁，奶黄包也来一个吧。我操，好烫！里面这个馅儿感觉还是不错的。为什么这个奶黄包可以这么烫？最后我们上了一份卤水拼盘，其实这个还没端上来我就已经闻到了味道。他们家的卤味味道比较淡，肉特别的嫩，我爱了，但感觉好像还没有吃太饱。最后点一份避风塘大虾好了，香辣酥脆真的是我的最爱。这家店总的来说还可以，便宜实惠，好吃不贵。吉祥寺真的太好逛了，我们明天见，晚安，卡哇伊儿。这是我第一次吃这么可爱的马卡龙，这种少女的味道是真的把我惊到了。这家店还是我在日本综艺节目里面看到的。我们先来看看它有哪些口味哈，我数了一下，大概9种味道：巧克力抹茶、蓝莓、蔓越莓、提拉米苏、草莓和桃子，还有奶茶味道的。那既然现在都来了，我们就直接全点一份吧。我反正特别期待那个蓝莓口味的。好了，上来了，一共9个哈，看我今天能不能把它全部吃完。先来第一个蓝莓口味的，但它其实是蓝莓加草莓味的吧。其实我第一口咬下去，觉得它这个口感特别的清奇，我才知道原来马卡龙的壳里面也是有馅儿的，怪不得咬下去先是脆脆的，然后壳的里面是蛋糕的口感，然后再是馅儿那个松软的感觉。这个吃下去第一口的体验真的太丰富了。蓝莓酱在馅儿的最里面，抹茶口味的味道会比较淡一点，巧克力的可可味特别浓，我个人很爱。奥利奥口味还是熟悉的那个味道，但里面其实更像蛋糕。哇，提拉米苏的是真的好吃，酥脆的皮加上奶香，不愧是卖的最好的。再来一杯棉花糖烤奶茶，用棉花糖舀上一勺奶油，也不知道会不会长胖。桃子的味道非常清新解腻，其实奶茶口味也很有特色，它是一种淡淡的甜味，加上一点栗子的味道，吃完的感觉还可以打包一份回家当夜宵。我发现这个打包袋还挺好看，里面还放了干冰保鲜，不愧是日本网红店。回家路上再来一杯冰汽水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哇伊儿。这样的关东煮店可以多给我介绍一点吗？我真的太爱这家店了。我们的 NONO 肯定又和男朋友吵架了，今天要回娘家，顺便约我吃个关东煮。这家店在有次呀，是家预约制的关东煮店，这个店面藏的真够深的。进来之后点菜是要写在一张便利贴上，写好了之后递给小姐姐就可以了。为什么关东煮的店员可以这么好看？妈，这当然不是重点。选好菜之后也会剪成小块给你，这么大一碗是不是看起来就很满足？就这样一碗，我基本上把所有经典的菜都点了一遍，有海带、鸡蛋、竹轮、魔芋丝、大根、年糕、福袋、牛筋、香肠，还有鱼饼。萝卜是关东煮的灵魂，可以说它是最吸水的一个菜，很多汁水特别入味。再来一个烧一番，它里面的馅儿是芝士，里面是香甜的口感。接下来是我最爱的魔芋丝，这个多蘸一点汤，呲溜一下，嫩嫩的，我觉得特别过瘾。海带卷的话，我一般喜欢蘸一点黄芥末，就是关东煮都会给的那个黄色的小东西。接下来是年糕福袋，不过这个已经被我咬开了，里面年糕的量你们就自己看吧，一口会爆出来的那种。标准的竹轮要了2份，这个每次都会点。我们又追加了一份章鱼脚，这个算是这家店的特色之一吧。吃多了假如想吃真肉的话，我比较推荐这个牛筋肉，口感 Q 弹，而且薄切入味。最后用一个鸡蛋作为收尾，我觉得能有这样的关东煮店真的很幸福。比方说和男朋友吵架了，或者工作不愉快了，来这儿吃一次，喝上2杯乌龙茶，还有什么事儿嘛？好好吃饭比什么都重要。晚安啦，卡哇伊儿。我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变成了旅游博主？就最近突然收到了很多旅游局的合作电话，今天我就被邀请到了香川县的小豆岛上面。其实我是一直都很想来这个地方，今天终于出席了。公费来玩。我们到了第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，所以就在旁边的莅临公园歇了一晚上。我发现这个地方晚上的红叶是真的漂亮，据说这个公园已经有400年的历史了。招待我们休息的地方是一个茶屋，这种茶屋是一个典型日式庭园的标配。在这歇一晚上，我们就准备上小豆岛了。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完，我们就要去坐第一班船。我算是理解了旅游博主为什么那么累了。从莅临公园大概坐1个小时的船就可以到小豆岛了。下了船之后，我们就直接去了韩峡
西，这是小豆岛上面最适合赏枫叶的一个地方。这个地方真的超安静。小豆岛因为是地中海气候，所以这里是日本少数盛产橄榄的地方。我们现在就在小豆岛上面最出名的橄榄公园，这里也是《魔女宅急便》的拍摄地。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是电影里琪琪打工的那个面包房。电影拍完之后，这个地方也是完整的保留了下来，只不过变成了卖手工艺品的地方。不过还好里面卖的东西都还挺可爱，感觉拍照打卡还是很适合的。其实我感觉只要是喜欢宫崎骏的朋友来橄榄公园的话，一定会很激动。我推荐大家刚上岛的时候，可以先去一下纪念馆，可以来这儿租一把魔法扫帚，这个我就不用多解释了。电影道具、拍照神器，拿着扫帚再去各个景点拍照就非常的有意思了。整个公园我玩了一圈下来，我会觉得这个公园非常的魔幻，有点欧洲童话小镇的那种意思。很多极具艺术气息的雕塑，比如这个书上面就记载了从1908年开始橄榄第一次引进日本的事儿。旁边还有一个草本商店，这里面有卖各种香草和橄榄树苗。虽然我知道我带回去肯定养不活，但我就是想买800日元不买白不买，就万一我养活了，榨成橄榄油是不是还可以赚一笔啊？我恐怕是个天才。对了，在岛上闲逛的时候，有很低的概率可以碰到爱心形状的橄榄叶，就是这种样子，找到这个就可以做成纪念品带回家。旁边还有各种各样的橄榄伴手礼，我比较推荐的是那个橄榄的巧克力，它那个味道很难形容。好啦，总之小豆岛还有很多好玩，感觉这个地方就是为打卡拍照而生的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朋友家的猫在和病魔斗争了1个礼拜之后，还是去了喵星，所以这期视频还是有点特殊。今天就是小猫咪的葬礼了，其实也不是葬礼，就是一个火化的告别仪式。因为在日本，只要宠物过世之后，就会有安葬宠物的公司来提供各种服务。我们在去朋友家路上的时候，进行火化仪式的师傅告诉我们要提前买一束花。其实我朋友在照顾猫方面还是做的挺好的，各种小猫咪用的、吃的都还是买的比较好的那种。但是因为猫咪还是太小的原因，所以很多检查都做不了。然后医生就说只能暂时在家里先观察一段时间。那个时候基本上每半个小时就会给它擦一次鼻涕，但最后还是没有撑过去。可能还是因为小猫的体力最后跟不上了。殡仪社的人来了之后，让我们准备了小猫咪生前爱用的一些东西，包括猫粮和毯子呀这些，说是待会儿会一起火化。整个仪式的规模其实在网上就已经先预定好了。我们选的这种规模其实是比较便宜的。师傅说花几十万举办葬礼的人也不少，火化的地方就在一辆专门火化用的车里。在做好各种手续之后，就要开始仪式了。主人可以选择把花呀、玩具啊放在猫猫的周围。然后最让我心痛的是，就是在把宠物推进去之前，师傅会留给你一段时间，让你最后的抚摸你的宠物。就本来大家还克制得住自己的心情的，就是这最后的一摸，场面就极度的失控了，然后大家就哭成了一片。然后之后的东西就不能再拍摄了。2个小时之后就会把骨灰盒给我们，然后这个地方会讲很多的注意事项。这个时候我就感叹，就是在日本养宠物虽然很贵，但在宠物关怀这一点上，我觉得这个国家还是做到了的。我的妈呀，我居然真的上日本电视台了！虽然有点兴奋，但还是有点尴尬，因为 NHK 其实相当于就是国内的央视这种级别的电视台。但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，这个事儿就是我之前不是和日本 JR 开始了一个轻松且愉快的长期合作嘛，然后就在我第2次被邀请去游玩蓝山的时候，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当地的电视台就知道了我要来的这个事儿，还说什么一个100万博主要来参观蓝山，然后你们懂的，就对于日本人来说，100万粉丝他们可能腿都下软，可能因为日本是一个小国家吧，就100万可能比他这个镇的人还多。但其实在国内你们也知道，100万粉丝以上的博主真的太多了，就我去查了一下，光抖音就有17000个，可能这就是所谓的信息不对等吧。然后当天就在我们游玩蓝山的这一段时间里， NHK 的人就疯狂的跟拍我们，最后就进行了1次线下的采访和2次的线上采访。说实话我还挺不好意思的，所以我就在想，如果哪天他们知道了中国有那么多100万粉丝以上的博主的时候，那我岂不是地位不保？好的，我明白了，绝对不能让日本人知道中国有那么多100万博主，让我的虚荣心再满足一下吧。我要再去看10遍这个新闻。卡玩意儿，日本的温泉文化可以说在全球都比较出名。今天我们要探的这家店就是日本情侣都非常喜欢来的，也很便宜的温泉。进门换好鞋，取了票之后就可以去选择自己的浴衣了。我选的是条纹的浴衣和蓝色的腰带，换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。女生的浴衣选择会比较多，搞定之后就可以进场了。你别说，它还真的有点像《千与千寻》里面大浴场的感觉，里面的空间其实很大，有各种各样的游戏厅和小吃店。温泉泡腻了我们就可以玩把游戏，都是一些日本很传统的民间游戏。你看像这样就拿到了1等奖，然后就可以选择各种奖品，突然有种穿越回8岁时候的感觉，花10块钱赢了一把玩具刀。旁边还有做手工和捞金鱼这种小项目，我算是明白为什么说它是最适合情侣来的地方。玩个游戏还可以收获满满，温泉泡饿了我们就吃点东西吧，章鱼小丸子加一个香蕉可丽饼，美滋滋。旁边还有专门休息用的大房间，我就不客气了。这样的浴场在日本还有很多，因为日本是火山国嘛，所以诞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温泉镇，为了争夺游客也有各自的特色。但其实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天天泡温泉，所以日本人就研发了很多这种泡澡浴盐。你这样的温泉体验你可以给多少分？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